上次介紹一位日本醫生根據他的病歷出版的女性間的人際關係的視頻，意外的數據還可以。那麼今天我將介紹另一位心理醫生根據他的病歷出版的暢銷書，叫做《別把工作當成活着的意義》。這裡是花算你，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那市面上有很多書教你怎麼把工作做好，怎麼找到天職，怎麼35歲之前實現財務自由等等，而這本書從心理疾病患者們的案例出發，總結了一句別把工作當成活着的意義，甚至還說這個世上能靠工作得到幸福的人本就非常的少。這本書的作者叫做泉谷贤士，如上面介紹的是日本一位資深的精神科門診醫生，他1962年生於秋田，東北大學醫學部畢業地大學醫那是真正的學霸。除了中途 gap 去巴黎留學作曲，大學畢業的這30-40年他一直在做心理醫生。別把工作當成活着的意義是2017年出版，發售後迅速走紅，之後連續加印，講的主要是作者從醫經驗中提煉出來的對現代打工人的36條建議。泉谷醫生認為，一個人會停下來追問活着的意義，正是作為人最重要的那部分在工作。野生動物從來不會為這個煩惱，唯獨人會。而那些所謂的想這麼多沒有用，幹就完了的勸告，其實是既得利益者在蓄意增加被剝削者的心理壓力。你本來只是想弄明白自己怎麼了，卻被告知連想弄明白這件事本身都是錯的，於是連發問的權利都被一併沒收了。所以這本書要求首先搞清楚自己為什麼會空虛，然後才能談怎麼辦。順帶一提，這個立場我是非常贊同的。正如我在其他視頻裡說過，都不承認問題存在過，那麼本身就是在宣告自己絕對不會改，也不想改。泉谷醫生說，他在診所裡常常遇到一種人，他們物質上什麼都不缺，可是坐在心理醫生面前說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幹什麼，感覺心裡是空的，或者直接说好想輕鬆一點。還有人坐在那兒說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歡什麼，討厭什麼，再繼續深入詢問的話，他們連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都答不上來。泉谷醫生說，他見過太多這樣的人，外人看着風光體面，自己卻像是隔着一層玻璃在過日子，什麼都看得見，就是碰不到也感覺不到。那麼病根究竟在哪裡呢？泉谷醫生給了個很簡單的模型，說人身上有頭和心兩套相互競爭的系統，頭負責算計，權衡一件事該不該做，值不值得和對自己有沒有用，心則負責身體裡的那些本能，想不想，喜不喜歡，做起來會不會興奮這些。那一個狀態良好的人，這兩套系統本應該是連通的，但是現代社會訓練我們永遠只往頭的那一邊移動，挑個興趣班要先想這對簡歷有沒有加分，連交個朋友都要下意識盤算這個人將來用不用得上，一個事無巨細都要先送到上司那裡報批的組織，實際操作人員的積極性和責任心肯定都很低，人心也是一樣的。這麼一路算計下去，那顆負責想不想的心就漸漸失去了功能，等心死了，就會變得連高興都高興不起來，吃到好吃的，看到好看的，都不會有太大的心理波動。如果這個人還事業有成，那麼泉谷醫生就給這種情況取了個名字，叫做豐足的空虛。泉谷醫生發現，這種豐足的空虛案例比貧乏的空虛更多，倒不是因為富人矯情，而是這些工薪階級的心早就慢慢死了，而後隨着物質越發豐足，空虛感會越來越明顯。一個人只有不愁下一頓飯了，才能騰出時間停下來問我活着到底是為什麼。可這個時候他能用來思考的已經只剩下那顆負責算計的頭了，自然是越算越覺得什麼都沒有意思。這本書有一章的標題叫做以自由為名的牢獄，意思是現在有很多人已經擁有自由去選擇不那麼拼，甚至有些人已經可以不工作了，但是失去了這份沒有方向的自由本身，反倒給自己建了一座監獄，四面八方的門都開着，卻不知道自己想要邁向哪一扇大概就像是吃飯前一直刷新下飯劇的那種心情吧。在書中呢，泉谷醫生引用了夏目漱石小說《其後》的主角長井代助，他30歲靠父親的錢過活，每天讀書彈琴就是不工作。在明治大正時代，這種人被稱為高等游民。代助拒絕工作，有一套自己的說辭，說為了糊口而做的職業是没法用誠意去做的。泉谷醫生借代助之口，想讓讀者重新想想，工作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糊口，還是為了別的？不要搞混了。如果還記得自己工作本就是為了糊口而已，那就應該明白，工作是活着的意義這種說法並非是天經地義的，它只是最近這100多年裡才被反覆灌輸，慢慢長進我們腦子裡的東西。當然，代助這種活法的前提是你得先有一個肯一直養着你還不催你上班的老爹。你可
可能以為這本書接下來就要講人生真正的意義呀、尋找自我呀什麼的了。然而接下來他卻是在說這些當代雞湯在心理病例中的問題。顴骨醫生指出，所謂真正的自我，並不是像埋在地裡的寶藏那樣挖出來就完事了。事實上，真正的自我並不是一件等着你去找的現成的東西，而是在你認真生活、認真做事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出現的。如果是把尋找自我當成一項人生的課題，其實多半只會越找越焦慮。後面是顴骨醫生的建議，我挑了幾個覺得有意思的。一個是引用自盧梭的第二次誕生。盧梭說，人這一輩子其實要出生2次，頭一次是為了存在，第二次才是為了活着。很多人其實一輩子下來只完成了第一次出生，按部就班的存在着、運轉着，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活過。盧梭原本說的是青春期那一次精神和思想意義上的甦醒，而顴骨醫生是說給那些卡在風燭的空虛裡的成年人聽的。一個人先體驗了活着沒有意義的痛苦，其實本身也有利於迎來屬於自己的第二次誕生，所以暫時陷入這種狀態也不用那麼焦慮，它可能是第二次誕生之前的陣痛。那要怎麼才能完成這第二次誕生呢？這就是第二個建議，把時間投入到玩中。他說，你回想小時候蹲在河邊能抓半天的鰲蝦，從來沒有盤算過這有什麼用，玩本身就是目的。如果你現在已經丟失了這項能力，那就應該重新刻意的不做攻略的去玩。當然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今连玩都很難純粹了。現在養成個新愛好的標準流程是先確認它能不能變現，再決定要不要真的喜歡它。連電子遊戲都有上班式的日常任務，這些東西玩到後來又成了一個得按時參與的工作。所以人先要允許自己去幹一些徹頭徹尾不計得失、純粹圖個樂的事情。這讓我想起有段時間我喜歡找個人流量很多的公共場所，再在那裡找一個幾乎沒有人會去摸或者去看的地方，貼一張1000日元上去，看多久這個錢會消失。意外的，這些本來覺得不可能有人會專門去看去摸的地方，都是沒有多久錢就不見了，還是挺有趣的。學長聽了之後諷刺我說，你是真的有錢啊。我回答說，我想要保持住图一樂的感覺，如果習慣了什麼都計算清楚得失的話，那就太容易被人算計了。話說回來，書裡還有一個很簡單的建議，就是好好吃飯。顴骨醫生把吃飯抬舉成了一門藝術，說你一旦把吃飯降格成了營養補給，滿腦子都在計算這一口熱量超不超標，蛋白質夠不夠，划不划算，那豈不是又失去了一部分活着的滋味？一個連吃飯都要講求效率的人，多半也很難記得自己上一回發自內心的高興是什麼時候了。還有一個建議是不要嫌麻煩，一件事只要想做就去做，大概也差不多是這個意思。總之，這些建議的方向基本就是在區分愛和慾望的不同。顴骨醫生說，慾望是想要佔有、想要回報、想要控制對方，而愛不求回報，不想支配，也無所謂應該。一段總在盤算你能給我帶來什麼的關係，撐不了太久。一份只剩下我能從中撈到什麼的工作，再光鮮也留不住自己的心。一個我作為父母或者子女做什麼都應該被原諒的家庭，終究有血緣有待斷裂的時候。你用腦子就算一件事值不值、應不應該，那是慾望那一層面的邏輯。你單純因為想做就做了，壓根不在乎它的回報和後果，那才是愛的邏輯。總之，整本書就是反覆勸你少用一點慾望的算計，多給自己的生活一點不求回報的偏愛。現在這種心態在日本的職場還擴散得挺快的。這2年日本有個流行詞叫安靜離職，說的是現在有很多年輕員工雖然坐在工位上，心卻早就把離職手續都給辦完了。他們不求升遷，不求成長，幹完活就收手，上司食言一次就找勞保組織舉報，不吃餅也不吃壓力。日本的一個頭部招聘平台2025年的抽查顯示，目前超過40%的正式員工自認為自己處在安靜離職狀態，20到30歲的員工則直接超過了半數。而且調查顯示，選擇了安靜離職之後，這些員工都感覺自己做對了。大部分安靜離職的人表示，這麼幹了之後，他們頭一次覺得自己的休息和私人時間是真正屬於自己的。江戶民生梁寬愛好書法，他從民主家族獨自出家隱居，靠每天下山畫園乞討過活，自號大魚。後來他書法大成，寫下了著名的《天上大風》。這是已經中年的他跟村裡的小孩玩鬧拍劍之時，一個小孩拜托他在風箏上題的字，
他也是一個把工作和人生完全分開的人，也曾寫下生涯懶立命，騰騰任天真。而他之所以有此覺悟，是因為從他的父親以蘭身上看到的教訓。以蘭當初爭奪民主位置，爭輸了，把大半的家業賠了進去，末了還在京都投水。看過為了追求立身而落得如此下場的父親，梁寬自然有自己的想法。當今年輕人傾向安靜離職，想必也不單是憑空想出來的吧。總之，為了你自己的心理健康，你最好是想明白，一個人活着到底有沒有意義，跟他對這個世界有多大的用處關係並沒有那麼大。不過呢，活着的意義到底是不是算出來的？我覺得不是，因為我對人生價值的判斷更接近於兩個雪球論。但是別把工作當成活着的意義這本書的意見，真要說的話，他對此的否定態度沒有我這麼明確。全谷醫生的意思其實是建議在發現自己開始計算時，注意一下這件事到底想做還是覺得該做。他也並沒有否認有些人可以通過工作得到人生意義的滿足。至於如果你說去判斷想做還是該做的過程本身就变成了給自己增加一份該做，我會說確實如此，但是你還是在計算時間和精力的得失。這麼執着於計算利益的話，我建議閒暇時間多用來看看優質知識區博主的視頻比如有一個叫花善里的博主，文筆精美，思想深邃，深入淺出，旁徵博引，看完一集又得到了放鬆，又得到了新信息十分的推薦。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硬幣呀！我們下期再見。